好，欢迎来到 Thinking in Chinese 中文播客。这是一档面向中级中文学习者的播客节目，我是小韩。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？现在都12月了，时间过得真的好快，一年很快就要过完了。我这儿呢，在广州，几乎每天都是大晴天，气温嘛，大概15到25度之间，真的很舒服。这2天啊，寒潮来了，会冷一点，气温降个5度左右。你住的地方现在怎么样啊？我想啊，有的地方现在是夏天，也有的地方已经像冬天一样冷了吧。像中国东北啊，已经下了好几场雪了，温度直接到零下20-30度，超级冷。我每天傍晚呢，在小区里跑步，常常能听到一些散步的老人聊天，一开口啊，就是很明显的东北口音。他们很多人都是到南方来过冬的，等春天一到，就回北方了，就像候鸟一样。南方沿海的季节变化，其实没有北方那么明显。广东这边呢，就分2个，雨季、干季。冬天呢是干季，比较干燥，基本上不下雨。在这里啊，季节变化特别明显的就是水果店了。大家知道吧？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水果生产国，也是水果吃的最多的国家。差不多全世界1/3的水果都是在中国种的，也是被中国人吃掉的。尤其是广东人啊，太爱吃水果了。你呢？你平时吃水果多吗？在广州街头，到处啊都是水果店，种类特别丰富。每次水果店里开始出现大堆大堆的橙子、橘子，我就知道冬天啊真的来了。昨天我跑完步去买点菜，经过一家生鲜店，突然听见女店主在门口喊：隔壁改价格了。我一看，他家门口放了一堆橙子，牌子上写着2块钱一斤，一斤呢是500克。我再看隔壁，牌子啊是新换的，写的是5块钱3斤，算下来啊，一斤甚至不到2块钱，也就是不到30美分。你说便宜不便宜？这明显是开始价格战了嘛。用一个现在流行的词来说，2家互相压价，开始搞内卷了。今年啊，中国的水果大丰收，很多水果价格都比往年低很多。前几天我在网上买了橙子，比这2家店啊更便宜，6斤，也就是3公斤，不到1美元，是从湖南寄过来的。虽然个头不大，但是很甜，真的很划算啊。现在我吃完午饭会再吃一个橙子。我有时候啊做饭不太好吃呢，饭后再来个水果，就像餐后甜点一样，心情啊一下子就好了。好了，聊完天气和水果，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。
今天啊，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茶和咖啡。很多人以为中国人最爱喝的饮料一定是茶，对吧？但其实呢，现在年轻人更爱喝咖啡和奶茶。一天不喝就会觉得今天啊好像少了点什么呢。如果你来中国旅行，随便去闹市区走一走，你一定会看到许多咖啡店和奶茶店，真的到处都是。有时候啊，一杯奶茶甚至比一顿午饭还贵。在我家附近呢，有一家我常去的中式快餐店，一顿午饭啊只要$2，你就能吃到现炒的2个素菜，一个荤菜，可以选猪肉、鸡肉或者鱼，还有一份白米饭，外加一碗排骨汤。味道啊很不错，保证啊你能吃得饱饱的。而喜茶的一杯奶茶呢，经典口味像多肉葡萄还要花$4。当然了，便宜的选择啊也有。来过中国的朋友啊，一定都喝过蜜雪冰城、瑞幸咖啡吧？基本上只要是稍微热闹一点的街区，你都能看到。现在不只是在中国的1、2线城市，连3、4线城市，甚至啊小县城也多了很多咖啡店、奶茶店。我家附近啊有一条商业街，不到2公里长。前2年呢最火的时候，一条街上居然同时开了10几家奶茶店，走几步就是一家。不仅有喜茶、蜜雪冰城、霸王茶姬这些大牌子，也有本地的独立小店，招牌啊一个比一个显眼，有主打零糖低脂的，有主打真水果的，甚至啊还有加了酒的奶茶的。听上去是不是还挺有创意的？但问题是，喝奶茶的人，也就是消费者就那么多。于是大家开始打价格战。你卖15块，我卖10块。你卖10块呢，我干脆卖9块9。结果就是1年不到，一大半都倒闭了。最后呢，只剩了3家。跟大家分享一组我最近看到的数据啊。有数据说，中国的奶茶店第1年的倒闭率高达 63%， 平均呢只能活11个月左右。2025年新开的咖啡店里，差不多有 45% 在半年内就关门了，能撑过1年的还不到1/3。就算竞争这么激烈你在街上随便走走，还是经常能看到新开的奶茶或者咖啡店。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喝茶的历史很久了，大概有几千年了。那为什么现代城市里咖啡、奶茶越来越多，传统的茶反而少了呢？拿我们家来说，我先说我自己的习惯。我每天吃完早饭开始工作前呢，一定会喝一杯咖啡。不喝的话，我一天都提不起精神。你是不是也这样？我知道很多朋友喝咖啡真的很专业，用什么法压壶或者手冲但我嘛没那么讲究，就图个方便省钱。
我都喝速溶咖啡。对，就是那种最简单的。这个速溶咖啡呢，是云南产的，叫小粒咖啡。很多朋友啊，可能知道，云南是中国最大的咖啡产区。像雀巢、星巴克这些国际品牌，还有中国的瑞幸咖啡，很多咖啡豆都是从云南买的。而且啊，云南的一些小城市，比如说保山，因为离咖啡产区很近，你走在街上，常常会看到一些特色咖啡店，不是那种连锁的，而是很有个性的本地咖啡店。店都不大，但老板很用心，咖啡品质啊也真的很高。我之前去云南旅游的时候，随便走进一家店，点了一杯咖啡，一喝，感觉味道啊很不错。所以回来以后呢，我就开始喝云南咖啡了。说完咖啡啊，再来说说茶。白天呢，我会泡一壶菊花枸杞茶。对，就是晒干的菊花，加一点枸杞。这个组合啊，在中国很流行，大家都觉得很养生。你喜欢喝花茶吗？我爸妈呢，已经退休了，他们的习惯跟我就完全不一样。他们每天早上起来，第一件事就是烧水泡茶，一小壶热水，加一小把绿茶叶，是老家带来的。两个人啊，坐在客厅，一边喝茶一边聊天。他们一壶茶呢，能喝一整天。你早上起床第一杯是喝茶呢，还是咖啡呢？还是水？我小时候啊，一直以为不同的茶是完全不同的植物，比如绿茶是一种，红茶是一种，白茶呢又是一种。后来啊才知道，不是的，原来所有茶都来自同一种茶树，只是做法不一样。你喝过中国茶吗？你喝的是哪种茶呢？是绿茶、红茶、乌龙茶，还是普洱茶或者白茶呢？说到这里啊，想到我小时候还跟我爸采过一次茶，而且啊，我们采的还是野茶呢。我老家在安徽黄山脚下，一个安静的矿业小镇，那儿四周都是山，山上有大片竹林。大家都看过电影《卧虎藏龙》，对吧？电影里的那些竹林场景，有些啊就是在我们那儿取景的。我第一次在电影里看到的时候啊，心里想，这不是跟我小时候看到的一模一样吗？满眼的绿色，大片的竹林，风一吹，满山的叶子沙沙作响。除了竹林啊，山上一般还种了很多茶树。我们那一带呢，最有名的茶就是黄山毛峰，还有太平猴魁。如果你喜欢喝绿茶，这两个名字啊，你一定听说过。茶树的生长呢，特别挑剔。茶树啊，喜欢温暖、湿润但不积水的地方，所以好茶基本都是长在山上的。我小时候啊，我家住在医院的宿舍里，我爸是镇上的医生。镇上的医院不大，就几个医生，所以啊，他特别忙，真的可以说是脚不沾地。我记得很清楚啊，很多时候我都已经睡着了，
半夜突然有人咚咚咚敲门，基本都是急诊。我爸就轻轻起床，穿好衣服，就出门去医院了。有时候天都亮了，我起床了，他还在医院里忙。这种日子真的太常见了。所以只要他能抽出时间带我出去走走，玩一会儿，对我来说都是一件特别难得的事儿。采茶那天，天还没亮，我们就起床了。我当时呢，也就5、6岁，还小嘛，困得眼睛都睁不开，根本不想起床。但是要采茶，一定得趁早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茶叶可不等人，晚一天，芽叶变老了，味道就不一样了。出门的时候，天刚亮，外面起了大雾，白茫茫一片，路都看不清。我爸背着竹筐，我在后面紧跟着。我们往山上走。前一天刚下过雨，山路又湿又滑，我们走得很慢。走了好一会儿，才终于走到一片野茶林。野茶呢，不是人工茶园里那种一排排的，树有大有小，味道更香。这时候雾也散一些了，太阳慢慢出来了。我爸当时教我怎么用指尖轻轻地把茶树上的小芽掐下来。那些嫩芽颜色是浅浅的黄绿色，特别软，也特别小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茶叶是分等级的，有特级、1级、2级。区别在哪儿呢？就在于芽叶有多嫩。特级茶几乎全都是芽头，所以全靠人工去采，特别费时间，也特别费力。但是呢，喝起来口感也更好。你知道吗？一斤我们最后能喝的茶叶，要用4到5斤新鲜的茶叶来做。而且全靠人工采，不能用机器。采茶工采一斤好的鲜叶，大概能赚60、70块钱，差不多呢就是10美元左右。他们的工资几乎占了茶叶成本的1半。为什么这么值钱呢？因为采茶真的太辛苦了。天还没亮就得上山，抓紧时间赶着采。晚一天茶就长老了，味道会变，价格也会掉。而且每种茶都有自己的采摘窗口期，时间非常短。像我们老家的黄山毛峰，每年3月中下旬开始采，前后也就25到35天，特别紧张。我家有几个亲戚，平时呢都在城里打工，一到春天采茶季，再忙也得请假回家帮忙采茶。你就知道这活有多赶时间了。像我爸这样偶尔来一次的人，可能还觉得挺新鲜的。但对那些靠采茶生活的阿姨们来说，这不是体验，这是必须争分夺秒的体力活。我们最后忙活了一上午，摘了满满一筐新鲜的茶叶。到了中午，雾全散了，
我记得我当时特别兴奋，马上问我爸，那我们回去就能泡茶喝了吗？结果我爸笑了笑说，不行还得先炒。后来回到家，晚上看到我妈开始炒茶，她是直接用手在热锅里翻的。真的就是用手，你能想象吗？锅那么烫，可是茶叶又太嫩太脆了，根本不能用铲子，只能用手快速的翻。每翻一下都得看火候，看水分，看茶叶的颜色。如果是那种普通的大批量茶，一般都会用机器来炒，所以价格呢也会便宜一些。但像我们那天采的这种野茶，还有那些品质更高的绿茶，基本上都是手工炒的。手工炒真的很费时间，也很费力，而且全靠经验。火大一点不行，小一点也不行，差一点点味道就变了。所以你就能明白了，这种茶价格自然会贵很多。那天我们采了整整1筐叶子，结果最后炒出来也就1小罐。那个香味我到现在都记得。青叶子被慢慢揉开以后，空气里全是那种湿湿的清新的香味，特别好闻。现在想起来鼻子里好像还能闻到一点点的。现在回想起来那次采茶让我印象很深，不只是因为山上的风景特别美，也不只因为后来喝到了特别香的茶，更重要的是那是我爸特意抽出时间来陪我的。那段时光真的很珍贵。后来呢，每次喝绿茶，我都会想到那些采茶工，天还没亮就上山采茶了，也会想到每一片茶叶的背后，其实都是很多人的付出。我们刚才说到茶的不同，只是因为做法不一样。那不同的茶叶具体区别在哪儿呢？其实没那么复杂，主要就是一点，茶叶跟空气接触了多少，也就是发酵的程度不同。接触空气多，颜色就深一点，接触的少呢，颜色就浅一点。就像苹果切开了，放一会儿就会变黄一样。那绿茶为什么这么绿呢？因为采下来以后很快就加热处理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妈要连夜炒茶。像龙井、碧螺春这些绿茶，基本不发酵，喝起来的感觉呢，很像新鲜的叶子。绿茶最讲究一个鲜字，当年的新茶是最好喝的。小时候我一喝就知道是不是新茶。绿茶放久了，味道就淡了，颜色呢也会变暗。红茶就不一样了，红茶是完全发酵的，所以颜色深，味道也更浓。像祁门红茶，喝起来有一点甜甜的，很柔和。普洱茶呢就更特别了，它像奶酪、红酒一样，需要时间发酵，放得越久，味道越浓。很多人会收藏普洱茶，
就跟收藏红酒一样。普洱的口感呢，有一点大地的味道。有的人啊，一开始不太习惯，但慢慢喝反而会越来越喜欢。白茶呢，就更简单了，发酵程度比绿茶高一点，加工少，用的都是嫩叶，味道淡淡的，喝起来很舒服。哎，是不是挺神奇的？你手上那杯完全不同味道的茶，其实啊，是从同一种叶子来的。我第一次知道这个的时候啊，真的有点惊讶。说到喝茶，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啊，是在成都。大概6、7年前吧，我跟一个朋友一起去成都旅行。时间是10月初，阳光啊特别好，不晒也不冷。我们慢慢走到市中心的人民公园，一到湖边，你就能看到靠湖的那一片啊，摆满了竹椅和小方桌。成都人啊，把这种地方叫茶铺。朋友约你喝茶，会说走，去茶铺坐一下，意思就是坐一会儿。聊天呢，成都人不说聊天，他们说摆龙门阵，就是闲聊的意思，聊啥都行。我跟朋友找了2把竹椅子，就坐在水边。我点了一杯盖碗茶，就是那种白色的瓷杯，上面一个盖子，下面啊一个托盘。我们就这样一边喝一边随便聊天。那时候啊，我开了一家很小的淘宝店，店员只有我一个人。每天早上8点我就开始工作，一睁眼先看手机，回客户消息，然后看有没有新订单，处理售后，安排发货。一整天下来啊，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。要是碰上618、双11这种大促销呢，还得连着几天熬夜。我朋友呢是做设计的，那时候啊，在上海的一家建筑公司上班，每天基本上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，天天都要加班。有时候啊，为了赶项目，还得通宵画图、改方案。他说他现在全靠一杯接一杯的咖啡来续命。所以啊，那次去成都的旅行，是我们好不容易才挤出来的时间。我们提前很久约好了。我记得我们坐在茶馆里，那个氛围啊，真的很好。头顶是100年的大银杏树，身边呢有老年人围成一圈打牌，也有一些年轻人跟我们一样，只是晒太阳、嗑瓜子儿、刷手机。还有游客一边喝茶，一边让旁边的师傅掏耳朵。对，你没听错，就是掏耳朵。在中国很多公园呢，你都可以见到，也叫采耳。整个环境啊，闹哄哄的，很热闹，但又感觉很放松。我和我朋友啊，就这样坐着，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天儿，看着阳光一点点移动。隔壁桌的大爷聊天，从我家孙子考试怎么样啊，一直聊到国家的新政策。茶喝完了，再加点水，就这么一杯一杯的喝着。不知不觉啊，我们竟然坐了整整1个下午，一直坐到太阳下山，人群慢慢散开。这大概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吧。
什么都不干，就这样做一下午，那种感觉啊，还挺幸福的。后来疫情的时候呢，我开的网店因为竞争太激烈就关掉了。我朋友啊，也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变化，他工作的建筑公司裁员，他也离开了。我们俩的生活和那时候相比啊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但是呢，那天下午，那杯盖碗茶的味道，还有啊，我们俩坐着慢慢聊天的感觉，我一直都记得。中国有一句老话，叫少不入蜀，老不出川。什么意思呢？年轻人啊，别太早来四川，不然生活太舒服就不想奋斗了。但是呢，老了以后，你再来到四川，会觉得这里太适合养老了。虽然是句玩笑话，但我觉得真的还挺符合成都给我的感觉的。如果有一天啊，你要去成都，一定要记得去人民公园的这个鹤鸣茶馆坐一坐。听说啊，这个老茶馆有100多年的历史了，在这里时间过得真的特别慢。而慢呢，我觉得其实正是中国传统茶文化的核心。今天的中国人啊，喝茶分成了2派，一派呢是传统茶。传统茶呢，更多是中老年人在喝，家里一壶茶，泡一天，慢慢喝。像我爸妈啊就是这样，他们觉得咖啡太苦，奶茶又太甜，都喝不惯。另一派呢，就是新式茶，包括奶茶、水果茶、茶咖啡，还有各种混合饮料。主要是年轻人在喝，他们绿茶、花茶也会喝一点，但喝的最多的还是咖啡和奶茶了，尤其是奶茶，简直是国民饮料。你喜欢喝奶茶吗？还是传统茶呢？那这种新式茶有什么特点呢？你看，在欧美喝咖啡，大家很讲究纯，什么拿铁、美式、意式浓缩，都是纯纯的咖啡，要么加点牛奶或者糖。但在中国喝奶茶呢，任何你能想象到的食材啊，都可能会加进去。而且啊，现在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，在中国，茶和咖啡正在融合。现在你走进任何一家咖啡店，基本都能点到茶。去一家奶茶店呢，你也能点到咖啡。有的饮料啊，会把茶、咖啡、牛奶、水果混在一起，味道啊还特别好呢。比如说，最近几年爆火的生椰拿铁，就是用椰子奶、乌龙茶加一点咖啡做出来的。夏天喝啊，真是太爽了。我第一次喝的时候啊，就想，咖啡和茶原来可以这么搭。现在连星巴克都有30%以上的饮品不是咖啡，而是茶类或是其他的混合饮料。好了，今天聊了这么多茶和咖啡，回到我们开头的那个问题啊，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咖啡和奶茶喝得越来越多，而传统的茶反而喝得少了呢？
其实答案很简单，也很现实。因为中国现在的工作节奏真的太快了，很多中国年轻人连坐下来慢慢喝一杯茶的时间都没有。这些年轻人大概也包括以前开网店的我吧，过着一种996的辛苦生活。你可能听说过这个词996。那什么是996呢？就是早上9点上班，晚上9点下班，一周工作6天。这样算下来，每个星期工作时间超过72个小时。比起10年前、20年前，现在的中国高速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今天的就业市场其实不太好，很多人呢找不到工作，就算找到了，竞争也非常激烈。结果呢，大家都得拼命加班，996就变得很常见了。在这样的生活里，真的很难坐下来泡一壶茶慢慢喝。不管是绿茶、乌龙茶还是普洱茶，你都需要时间，要等热水泡开茶叶，然后再慢慢喝。现在大家最缺的就是能够慢下来的时间，所以咖啡和奶茶就成了更方便的选择。早上买一杯咖啡，上班路上就喝完了。下午呢，在办公室里点一杯奶茶外卖，30分钟就送到了桌子上。你可以一边喝一边做 PPT， 很快很有效率。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里你都会看到，在写字楼的旁边总是有很多咖啡店。说到咖啡店呢，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星巴克，对吧？以前星巴克一杯拿铁要30多块，差不多5美元。但是现在呢，中国本土的咖啡店越来越多，本土的品牌，比如瑞幸库迪一杯美式只要9块9，1美元多。活动的时候甚至2-3块钱就能买到。这几年因为这些便宜的本土品牌，咖啡呢才越来越火，成了中国年轻人的必备饮料。我上周去超市看到旁边的星巴克店里空空的，而瑞幸这边呢，门前挤了10几个人。听说瑞幸都开到国外去了，不知道你们那里有没有虽然现在咖啡和奶茶很流行，但传统的茶在中国人心里地位还是很重要的。你知道吗？我家里每次来了客人，我爸妈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客人泡茶。在中国，用一杯好茶来迎接亲朋好友是最常见的，表示我们对你很尊重，很高兴你来了。不知道在你们的国家接待客人时会怎么做呢？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咖啡和奶茶代表的其实是一种快的生活，而传统茶呢，代表的就是慢的时间，慢的生活。虽然我现在还是很忙，很多事情控制不了，能坐下来悠闲喝茶的时间呢几乎没有，工作压力很大，也买不起房。但是呢，我能控制好自己的心态保持积极乐观就好，我还是能把日子过得不错的。不管是快还是慢，我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。其实呢，学中文也是一样，就像选择咖啡或者茶，
你可以选择像喝咖啡一样过快节奏的生活，也可以选择像喝茶一样慢慢享受这个过程，给自己一些慢下来的时间。在学中文的时候啊，我知道你有时候可能会进步很快，像喝咖啡一样，但有时候呢，你也会发现需要慢慢来，耐心一点。就像泡一杯茶，你需要慢慢等，慢慢喝。不过啊，不管怎样，你的努力还有你投入的时间都不会浪费。所以啊，无论是快是慢，你都应该用你喜欢的方式来学中文，按你自己的节奏来就好。好了，今天啊就聊到这里。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，在中国啊，圣诞节现在特别火，尤其是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中间。你有什么圣诞计划呢？我自己啊，到目前为止还没什么计划，可能会吃一顿好吃的吧。好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